重生后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庄外赶回相府。府中此刻正跪着一女子，她眉眼阴郁，瘦小羸弱，身上补丁盖补丁。她是多年前我爹同人一夜风流的庶女，前世她替我嫁与暴君，得宠后把全家毒死。我做鬼12年，开始恨毒了她，却又在厘清真相后，很是怜悯她。爹娘，我来嫁。我把庶妹扶起来，这本就是陛下指明要我，没道理让别人替我挡灾，我去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我名叶舒颜，丞相家嫡女，如今是京城贵圈里的一个笑话。18岁上待字闺中，3段桃花都无疾而终。14岁指挥小将军，他战死。15岁刚同尚书府交换庚帖，那家郎便落了水。最近一桩婚事是2年前。爹爹的门生，虚力出身，命硬耐克，为人清正。只是有个一同长大的表妹，和8字不久，我出门便同她偶遇。表妹极怜极柔的一张脸，在坊间闹事，众目睽睽，话里话外则我叶家以权逼人，还躺倒在地，诬我推她。我便果给了她一巴掌，这门婚事也不了了之。克夫之名坐实，我2个妹妹又到了一婚年龄，无人敢踏门槛，贵女宴上必之者众。有人讽我这颗坏老鼠搅弄一锅粥，娘骂他们胡沁，却也忧心。舒颜，要不你先去庄上避避吧，等定下你妹妹的婚事再回来，娘也会帮你相看着。主母有主母的思量，况妹妹们娇软又玲珑，自小长在一处，我很喜欢，便不觉有什么。去了南方庄子，走之前还拉着娘的手，宽她的心。一辈子不嫁人，其实也没什么不好。待尘埃落定，爹和娘却迟迟未接我归家。我后来方知，叶家政敌以我攻讦丞相府家风不正，暴君半年都上不了一次朝，这话却刚巧落进他耳朵里，起了心思要纳我回宫，拿龙气镇一镇。他都30岁了，素日只做2件事，不炼丹时杀人，不杀人时炼丹。再没皇帝有像他这样单薄的后宫，仅7、8个嫔妃，病的病，疯的疯。爹娘是真疼我，他们舍不下我，冒了险，妄想以庶妹待我。重生归来，我一夜即行赶回相府，把庶妹从地上扶起来，斩断这一切悲剧的源头。我来嫁。我说。娘拉着我的手，红了眼圈，又胡说了。那是个吃人的地方，慢慢也已同意了。一会吃完饭，赶紧回庄子去，避过这段风头就好。昭国女子出门，须以纱为覆面，况声名远扬后，我便不大爱去花喜女宴。京中见过我容色的人不多，以叶曼替我扫几件尾，能做到天衣无缝。可我知道他不愿意，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拒绝的权利。叶府家风深厚，爹和娘都是清贵出身，为人最宽和不过，没有坊间忖度的那些淫狗龌龊。爹4门小妾，6个庶子女，教不好的，有灵性或眼缘的，就都被娘接到一处去养。自小穿着用度，凡我有的，也不会少弟弟妹妹一份。她是昭国最端庄的主母典范，恪守德性，娘家有事，诰命榜身，又得夫君尊重。打心眼里从没把那些姨娘当作假想敌，也常教导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眼界要放宽一些。庶子女身上担的亦是叶家门楣，这里面唯一的例外是叶曼，她亲娘太疯了，把所有的好感与容忍都败光。来相府前，姨娘小字反反，是个青楼唱曲儿的。有次我爹与同僚喝酒，正巧撞见了她被刁难，遂上前解围，就此沾染到个甩不掉的大麻烦。他下药爬我爹床，把我爹随手送的一根金钗视若珍宝，当定情信物。有了孩子后，又前来逼宫，在我娘面前风言风语，坚信他们才是真爱。不到几个月，府中人人烦他，我娘好心给他送补品，他怀疑有毒，扔掉不喝，自己做饭吃，致使7个月便早产，说是我娘害他。原给孩子定名做舒曼，都是美好的字眼，他又执拗乱改乱叫。庶妹3岁时，娘提出把她接去园子里养，烦娘便闹，黑天无日的，又抚婴又打滚又嚎丧，说抢孩子不如杀了她。她真有这么疼女儿吗？不见得。
只是把她当作争宠工具，府中谁对叶曼好一分，就会被樊娘扒上，吸到一层血才作数。久而久之，娘也懒得管，单派了2个教养嬷嬷，又每月按时送去份例，不短他们吃喝便是了。叶曼就在这样的环境长大，她不明白为什么人人避她，为什么姨娘要常打她，亲一筷子一块的，骂她不是个儿子。她不敢提兄弟姐妹，提了樊娘会更疯，只敢远远地躲起来，看我们玩闹。小小一只，懦弱又卑微，被发现后跑得飞快，甚至连这桩替嫁也是樊娘主动求的，眼底涌动着疯狂的执拗和恨意。那见人这样好的机会尚嫌不够，快答应，娘要你入宫去，不择一切手段勾引住皇帝，封妃生子，宠进6宫。到时候我也有了诰命，与那贱妇平起平坐，夜郎就不会为着保护我而疏远我了。他眼里迸发出光芒，紧紧拽着叶曼的胳膊，把皮肉都掐出血。你得去，你必须去，你的命都是我给的，从现在开始，娘就教你梳妆打扮，取悦男子。想到这儿，我便不由将扶叶曼的手松了松。她是个可怜的姑娘，衣衫下的皮肤千疮百孔，却把痛声忍下来，那于她已是家常便饭，臻于麻木。这样不好。我拍了拍她的肩，曼曼，别怕，阿姐不会让你去的，也不会让叶家冒欺君的险。这缘就是我的劫，不需任何人挡。我自己应。娘多年言传身教治家手段，我成过恶仆，出过西域，本就比她更适合在险地生存。走到爹娘身边，我挎上他们的胳膊。爹娘，我知道多年前长姐和亲塞外，你们便舍不得我再受苦。可曼曼是我的妹妹，天下没这样的道理，让小的护在大的前面。又撒娇，况爹爹是重臣，娘亲有诰命，知道有你们在外面撑着，女儿很安心，什么都不怕。我到底还是说动了爹娘。打小我便极有自己的主意，万事但凡下定决心，就再没人能拉回来。对这性子，娘从前只有爱，夸不绝口，如今却有了恨，巴不能我摇摆些。进宫的日子很快敲定下来，前夕府中开了场家宴，娘亲只一味往我碗里夹菜，夹着夹着就落下泪，几个弟弟妹妹也陪她哭，我几箩筐话哄好，起身要敬杯酒，专门绕了半圈，洒在未末的叶曼身上。众人视线被引过来，我弯腰拿起帕子帮她擦，妹妹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边擦边把她长袖抹起来，按下她挣扎的手，裸露出来的如凝脂般雪白的臂腕青紫斑驳，伤痕纵错，触目惊心。从前樊娘苛待，是关起门来打的，叶曼从没想过还可以告状。如今腹被捅到明面上，我娘第一个坐不住，她拍上桌子，动了真火，给我去拿那个猖狂座上的狐妹子来。纵儿犯了什么错，都是相府的主子，与她何相干？不过借着肚子坐上姨娘的位置，骨子里到底还是奴才，也敢把人打成这个样子，越发没个体统样。宴上人人点头，神色都不好看。叶家的骄傲深入骨髓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的关系。无论自家人多不讨喜，多离群所居，也不该被外人欺到脸上。那天樊娘在院中跪了整晚，刚开始还哭哭啼啼，披头散发，后来被堵住了嘴，仅剩阴哑的呜咽。娘上不消气，抄了她的院子，减了她的分例。做这一切时，樊娘就垂眼看着，内含浓郁的怨恨与疯狂。叶曼挨着我，她在发抖，几乎可以预见姨娘之后会怎样把那些怨气变本加厉地发泄出来。刚要跪下求情，就被我执了手，笑吟吟地往我娘那边凑。樊姨娘真是疯透了，我看该送她去庙中，好好驱驱魔根。娘，赶巧我要走了，不然你把曼曼接过去养吧。到底是我叶家的女儿，总不能什么都不会，让人看笑话吧。她已16岁了，没定人家，娘担心救不过来。但这又是我出嫁前的最后一个心愿，娘不忍落我，还是应了。饭吃到最后，叶曼也给我夹了筷子菜，指尖有些发颤，平素她不大说话，有点敏于行乐于言的意思，偶尔一句，砸了满满的无措和真挚。小声说，阿姐，要不还是我替你去，我自愿的。嘘。我摸了摸她的头，
酒足消消乐并不好玩。只你需刻骨铭心一件事，你不是叶曼，府中丛生的杂草，你叫叶舒曼，是我的妹妹，丞相的女儿。看看桌上坐的这些人吧，他们才是你的亲人，你后半生的依靠。听这话时，他安静垂首，轮廓逆着烛光，似终于在向往的微末温暖前分崩离析，露出厚重壳下一团柔软的孩子气来，埋首哭泣着，眼泪无声无息聚在下巴上，然后大滴大滴落下。微风卷过清秋的寒凉，我帮他拢了拢裘袍，我入宫后，你搬到我院子里去吧。舒曼，阴郁的小火药桶，这一世你就在我娘亲眼皮下，叶家的庇佑下，重新找到家人的羁绊吧。捻灭引线，吹散戾气，那场硝烟让我去打。10月初6是个好日子，今天监测了2遍。一场大雨过后出了晴，晚阳天倾斜而下，满园秋花灼灼烈烈。只可惜我得在上花轿前杀个人，要杀的人是马嬷嬷，薛贵妃的亲信。这薛是袁氏太后的亲侄女，和暴君有不同寻常的情分在，后宫几是她一家独大。坊间传闻，唯见到她时，暴君方能短暂克制住杀人的戾气。鸡犬升天，连个下人都敢扯块虎皮耍威风，几乎是听了整个时辰的礼训。踩着吉时，嬷嬷依着笑，话里话外，从前在府中什么身份那都是过去，往后入了宫，自要按皇家的规矩来。这是点我呢。在娘又忧又怒的目光里，我找准时机，身子略歪了一歪。马嬷嬷忙搀，婚服就这样被他扯开一道丝线，象征着尊荣权贵的东珠散了满地。贵的贵，找的找。我掀开盖头，大怒，我是得陛下钦点的嫔妃，按制该有5品以上女官引礼。如今派了你这么个老货也便算了，谁给你的胆来扯乱我的衣衫，扰乱婚仪，是何居心？薛贵妃既不想让我嫁入皇宫，也该去说动陛下才是，万不该如何折辱我。我家人很快回过味来，娘亲打配合，脸色发青，摔手就要往出走。好啊，原是从了这样歹毒的心思，我现在就去元吉宫门口跪着，倒要好好问问叶氏一族满门忠烈，远的不说，我长女7年前和亲塞外，结2国百世之好，如今府邑稳定，就连个没品的奴才也赶来拿瞧，这又是何道理？说着不觉流下泪来。弟弟妹妹们也跟着闹，大声嚷道：我们也随娘进宫，叶家的女儿不容人糟践。马嬷嬷吓得跪在地上磕头，不住扇自己耳光。她只想来立威风，讨主子赏，肩上担不起这么大的责。皇帝身边的李总管进来时，就瞧见这一幕，即时将务，纸园店的一切都已打点好，就等我入位。3言2语搞清去脉。他先啐马嬷嬷真是疯了不成，打量贵妃吃醉了酒，跑出来叫脚这是做什么，冲撞了主子，几条命也填不进去。把薛氏摘出来，又陪着笑：娘娘您看，这毕竟是大喜的日子，和宫上下都等着呢，东珠也找到了，赶紧穿好上轿吧。另有女官引线而来，被我挡住。这话不妥，急不急的原不在这上头。我有一言还需问清，不然便进了宫，也只能做个糊涂鬼。今儿众目睽睽下，毁我衣衫，坏我名节，辱我门楣。倘我心气小些，一时想不开，碰死了也是有的。这一切是陛下的意思，贵妃的意思，还是……我问。李总管连连摇头。那我就知道了。浓丽的眉眼一寸寸冷下来，竟凝出个饱含杀气的笑容。来人，还不快将这欺主的恶奴拖下去，就地打死。马嬷嬷脱口一句敢耳。李总管及时将他按住，刚要求情，就被我打断在咽喉里，肃肃然。我知道见血不祥，只今日不祥的事又何止这件？东珠落婚符毁，连盖头都提前揭了下来。陛下原是提我难处，舍些龙气来压压我这命格，恩泽朝臣的联举，一切却被这奴才毁掉。我越感隆恩，便越发不能容他多活1日。似笑非笑道：总管想说什么？莫不是觉得他不该死？陛下的圣恩被辜负了也无妨。那天我是在惨叫声中上的轿，没有再闹，只遣人堵上他的嘴。盖头重复上来，遮住我浅浅勾起的一抹笑。娘，
牵我手时，压声说我太露锋芒，原该藏拙。可是娘，我忍不住啊。庶妹踢架那次也是马嬷嬷迎亲，在仪式礼训上给够了苦头，后来又被看出猫腻，拿捏要挟，每一步都如履薄冰。叶薛两族外朝交恶，后宫的贵妃便将毒药做蒙汗药哄骗，逼庶妹投入井中，否则就闹到御前，治罪欺君。我又想起前世死后，灵魂被禁在舒曼身边，那时他已半疯，大吼大叫，又哭又笑，割自己的肉。我初时只觉解气，渐渐才查出不对。庶妹曾被耽误了数年光阴，连自保都困难，她能有什么手段？一夜之间长出脑子，只不过是被人做了柄刀。后来我在她的花园里看见层层尸骨，马嬷嬷是死得最惨的。庶妹不疯时就去杀人报仇，几次梦里哭醒，抱头自念不是我，我明明把药丢了，是她跟在后面。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呢？可惜舒曼也没有活到最后，并非赢家，做鬼把牙齿都咬碎。我发过誓，送该死的人都去死。老天爷真是开眼，给我这次机会。晚上，纸园殿烛火通明，桂藻满床。我嫁进宫的第一天，陛下只给了我明面上的周全，到处不见他身影。宫女们跑了几轮，才禀他在万道宫炼丹，今夜怕不能来，请娘娘早睡云云。我独自饮完2杯合卺酒，没有剪烛，等来了薛贵妃。她悠然衣服云鬓，步摇满堂晃。妹妹见谅，为我那没调理好的奴才。表哥刚从我宫中出来，我还托他为我说情呢。这不备好礼也匆匆来了，咦，怎生不见他人影？作为新妃，陛下本该整夜陪我，我是他亲口点的，又家世显赫，貌美年轻。可他没有，若传出去，我会成为京都的笑话。薛贵妃以先笑为敬，我说姐姐，醉礼也好，贺礼也罢，恕妹妹眼拙，我并没有看见，都在外面呢，是我疏忽，稍后就抬进来。贵妃说，只我很替妹妹不平，这大婚之夜，陛下宁肯来我宫中坐坐，都不来此，实在过分，明儿我便要好好说他，替妹妹出这口气。话里话外，孰忍是微？我淡淡一笑，什么气？我先是臣女，其后才是嫔妃，雷霆雨露，皆是君恩，怎会生怨？姐姐玩闹了吧？况娘娘之于陛下，原不是我们能比的，做作有何打紧？想必宫中有什么好东西，也定是先给着您，藏书亦比寻常丰富。说来不怕姐姐取笑，我性顽劣，闺中便偏爱些游记杂方。姐姐既要送礼，不若便择这些给我吧，也是怜我清冷，聊以消磨时光罢了。贵妃一时愣住，她名薛莹，与暴君却是青梅竹马长在一块的。当初先帝在位时，膝下13子，小暴君是其中最不起眼的，身患眼疾，亲娘早逝，4岁就被外封为王，连个称号都没有，就等着籍贯后远远打发去岭南。万种艰辛，不足为外人道，全赖当时的贤妃拉了他一把，访仙寻药，为他医治眼睛，事必躬亲，将他接去西夏照料。母族薛家更是为他的登基立下汗马功劳。暴君此生杀人无数，唯在此事上显出情义，尊贤妃为圣母皇太后。即便他福伯一早病逝，将薛氏满门大赏，占据京都半席权贵。以后智取薛莹回宫，不许任何人僭越在他之上，行事比人强。我须忍，至少也要忍到暴君下一次杀人前。春节前的几个月，后宫因我的到来起了一星波澜。暴君炼丹，贵妃炼我，日子过得十分精彩。这日我还同往常一样，着素衣，卸钗环，燃暗灯，伏案上抄经文，是《华严经》，全文80万字，已经是抄的第7遍了。眼微酸，腕在颤，提笔勾墨，纸上的字已显露歪斜，刚揉成一团，欲要扔掉。贵妃就在这时推门而入，颇体谅地拍拍我肩：“好妹妹，你真是辛苦了，为着皇太后忌臣，日夜不眠的。”一番孝心，连我这个亲侄女都感动，这不得空就撮合着你与陛下见面。她这几天不炼丹，就守在姑母的慈宁宫，现在连饭都没吃呢。小厨房已把粥包好，不若就由你送去吧。好明谋，河宫上下人尽皆知。每逢太后忌臣，
暴君便格外阴厉，通常见谁杀谁。几年前，就连陪着他长大的老太监都不能幸免，李总管也是在那之后才上位的。他这是要推我去死，但却正合我的心意。如果能在暴君发疯时全身而退，那这后宫里特殊的女人便不止贵妃一个。届时，他需要去解释那到处声张唯一能平息暴君怒火的真实性。运作得好，连薛家的根基都能晃一晃。先皇在时，我也来过慈宁宫。那时的宫殿富丽奢华，冬如暖夏。太皇太后是个很和蔼的老太太，年逾70，给每个小孩掰糕点。长姐出嫁前夕就下榻偏殿，很是得她照料。如今物是人非，宫殿苍凉，时值傍晚，便有蝇营鬼火出没，荒草萋萋。无论如何，对不上传闻中陛下对贤太后的重视。入宫4个月，我终于见到邵逸，坊间能令小孩止哭的暴君。纯黑袍摆，暗金纹绣，明是清贵又俊秀的一张脸，却被阴沉侵占。举把剑在劈太后的灵牌，纸钱撒了漫天，混乱又阴森里。他一眼就望过来，里面凝满通红的血丝。持剑就砍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们还不愿意放过朕？我险险避过，汤中洒在地上，溅红他的手腕。可他却像察觉不到一样，又挥剑来劈。我一边与他绕住走，一边点燃提前备好的沉香，烟气袅袅飘在空中。尚未等得及生效，我就被他捉住。剑嵌进柱子里，他拿手扼上我的咽喉，神情阴鸷，疯狂又冰冷。杀了你们，把你们杀光就清净了。痛，好痛，喉骨都要被捏碎，窒息的生理性泪水如泉涌出，根本止不住。喘不来气，额头上的青筋鼓起。濒死的前一秒，我没有抽出簪子去划他掐在我脖子上的手腕，而是卯足全身力气，狠狠给了暴君一个耳光。他怔愣地松开，我半跪在地上，紧紧握上他的手，咳嗽喘息着对他说：陛下，前尘往事俱已过去，您一定要走出来，把那些都忘掉，不要让他们控制你。我不知道那香到底有没有起作用，但那一瞬间，他确实找回了些理智。你是谁？叶舒言。丞相府的叶舒言。我还没平复呼吸，眼里顶着一汪泪水，脸色通红充血，声音却平静。陛下正是因不认命，才娶臣女回宫的，不是吗？你胆子倒大。眼底的血丝又有加红之势，他打断我，好了，现在不想死，就给朕滚出去，快。那天，我抱膝坐在慈宁宫口，听里面传来阵阵的哀嚎惨叫之声。坊间传闻，有些能控人心性的毒药，日久侵入骨髓，发作的过程不亚于剜肉剔骨、剥皮抽筋，痛苦的会把所有目之能及的东西都粉碎。直到天亮，悲鸣声方平息下来。而这一切都源于一个女子的野心。邵逸并非天生没有娘亲，她刚生下来时也很健康，没有眼疾，本该富贵风流过这一生，做个逍遥王爷，贤妃的不孕却将这一切打破。她害死昭仪，给邵逸下毒，又借治病之名，在他身上种了许多蛊术，冲锋陷阵，百般筹谋，不是为他，而是为握住一个傀儡帝王，再慢慢谋夺皇位，以女称帝。很带感的故事。可故事中另一个少年，并非他想的那般软弱，日夜熬鹰反被啄了眼。邵逸隐忍多年，先他下手将他送去黄泉。接下来本该要将薛家灭族，只没想到这老女人还留了一步，将母蛊种在薛营身上。前世邵逸不理朝政，摆烂应对，控制不住时就把自己关去炼丹，后来频次就越来越高。他也想过同叶家合谋，我又是拜师大儒，聪慧之名早有耳闻。谁知送进宫的却是叶曼，他胆怯阴郁，成长太慢，暴君和叶家离了心。半年后，我父亲才察觉有异。他是昭国最正的纯臣，和薛家开始疯狂互咬，日夜守在万道宫，只为确保邵逸平安。薛营故意激起子蛊，暴君不受控制，疯癫之下拿刀要砍我父亲，被侍卫拦住，京中人人传相府失事。没多久，庶妹投毒，叶府全家上下惨死，大理寺只走个过场。我与家人的尸体都是由百姓自发安葬的。民怨开始炒沸，茶馆里公然在唱
暴君德不配位，抓了一批又一批，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。时日何丧，吾与汝偕亡。我又想起前世做鬼时听到的民间歌谣，手轻轻抬起，张在空中，感受风从指尖拂过，我微微勾唇，这次的风也该变个方向了，不是吗？次日晌午，少义是抱着我出来的，朱红宫墙，长长甬道，几百双眼睛都看见了，我就弯在他的怀里，疲惫合上双眼，裙裾下摆沾满灰尘，身上裹着是他的外衫。人人都好奇，暴君为何不杀我？7年间，我是除薛贵妃外唯一活着出来的。薛氏同他青梅竹马，无法仿效，我有什么能从虎口逃生？京中一时蠢蠢欲动，就连娘捎来的家书中也抱怨几句，近日拜恶的人越发多了。他在委婉问我意思，是否需要爹爹在前朝推上一把。从前朝臣若想升官发财，大多走薛府的路径，不仅银子要的黑，条条框框束缚也多。爹苦此状久矣，但谁让圣上久不现于人前，只有薛氏能见上一见。如今终于撕开个口子，他等不及要速速清风。我从一开始就没想过只凭自己的力量去挽狂澜，自然乐见。2个月来砍杀一批贮臣，外面风波频起，后宫当然也不安宁，薛贵妃几乎每日都来寻我晦气。其实少义仍闭关在万道宫，里面没有道士，有的是被我爹送来的苗疆巫妓。上辈子做鬼我知道，贤太后外族有些异族血统，她的蛊术也出自其中。全凭自学，这个有野心有能力的女人，曾把方子藏在一批游记中，送给薛莹。那是她留给薛家的底牌，却没来得及交代就被少义杀死。而如今能护佑薛家青云的保障，将成为刺向他们的一柄利刃。陛下不会信我一面之词，所以我向他证明过了，那支沉香是巫妓针对方子调的，时有几分效果，之后时间充裕，还能不断完善。薛贵妃在同我的交锋中，她始终占优，尽管陛下并不见她，一心扑在解毒大业上，但她位分要比我高一级，处处辖制。我不想再忍，无论此生亦或前世，从没做过包子性格。我准备反击，再杀一个人，断他条臂膀。谋划3个月后，一场好戏悄然上台。我找到了伺候过贤太后的嬷嬷，她如今居在宫内佛堂养老，心中时常牵挂外面的孙子。我以重金和团圆许力，以家人性命相携。她被遗忘太久，曾陈情多次薛贵妃想要出宫，都被忽视，于是很快答应我。安安分分吃斋念经一段时间，看上去和从前无二。只是某日偶遇了李总管，这太监其是薛贵妃一手陪出的心腹。3年前，他激怒子谷，逼少义突然发狂，又哄照料他多年的老总管进去送药。暴君亲手杀死了世上最后一个可以信赖的人。也就是在那之后，他避居万道宫。2位薛府家奴碰面，嬷嬷亲手做了一大桌子饭菜款待他，倒酒斟茶，无不谄媚。看这风光老人，如今也需讨好自己这个新秀。李总管不无得意，很快贺高。嬷嬷陈情，做哭诉状，说他实想出宫，托总管在贵妃面前说些好话，又拿出一些珍宝玉器，聊表诚心。李总管收得毫不手软，第2天就在外面当调，换成真金白银。只不过他不会想到，那些宝物最后辗转落在了礼部尚书的手中。该尚书由贤太后一手提拔，是最忠诚的走狗，当然不会错认太后的遗物。很是大怒，闹到了内阁，要求彻查，不然就一头碰死。结果喜闻乐见，李总管被押去慎刑司，嬷嬷也作证。他额头上包着纱布，一进门就开始哭。太后，奴该死，对不起您的在天之灵。总管那日喝高了酒，错把慈宁宫当别的地方，搂走了不少珍玩，奴要去拦，反被推了一把。再醒来，总管骂他放屁，他便不说话，只呜呜的哭。李太监变卖宫中宝物不是第一次，前科累累。外加嬷嬷那天却带着血去见贵妃，神色仓皇，说有急事。这些年他也来，薛氏便以为又是托辞出宫，他不耐得管，便晾着没见。可笑这波自己人咬自己人，连贵妃都不信他，只剩失望，
你也该机灵点，即便偷也要扫干净首尾。那王尚书只认姑母，连父亲的话都做耳旁风，你惹他干什么？事态刚萌芽时，我爹的人推了一把，让王尚书以为是黄党的人报复太后，便四处散播消息，把此事宣扬的人尽皆知，炒热了声势。如今落定，李太监臭名远扬，连坊间小儿都啐他一口，被主犯上。现在当务之急，得让李总管认罪并闭嘴。贵妃诓他会为其翻案，此后自有去处。而他的去处是在衙门当场画押后，被割了舌头，一根白绫勒死。薛贵妃重又培养起新人，就等邵逸出来时举荐。他忙得没时间找我茬，日子在我培土养花里一晃而过。皇宫的花种比相府多，看他们抽出芽来，我很开心。最早的一株冒出骨朵时，我入宫撞见的第一个春天里，邵逸走出万道宫。你花养得很好。风将男人的声音吹来，清朗而沉缓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正常的邵逸，黑袍暗袖，侧支着栏杆看我，身边没有跟人，手中煨着暖汤婆，他还是怕冷，将我招过去，温度分过来一些，眼里含了层淡淡的笑。怎么穿这么薄？这些事让下人做就好了。说这话时，他唇角勾起，飘飘扬扬的柳絮就落上肩头，是很淡却有颜色的一张脸，让我想起江南细蒙烟雨，气质金贵又清华。我被他拉着，细细擦净手中的土，好几次他指尖划过我的腕骨，激起一层战栗。于是忙把手收回，头低低垂下，看不清神色。臣妾喜欢，从很小的时候就想有座花园，养遍天下所有奇珍异卉。邵逸后来没有选薛贵妃的人，他一反常态地顶住蛊虫压力，点了老总管的义子跟在身边，又将贵妃连降2级，复我协理6宫之权。人人都说陛下爱我，这是从前薛氏都未有的殊荣。没人知道，当晚他就吐了10几口血。在我殿中，我为他煮碗止痛安宁的药，看他安静喝完，赖着不走，只能主动开口：陛下，夜深了，臣妾近来头晕力乏，想早点休息。他怔愣，离开的背影不那么干脆，几次回头，可我早已把门合上，安睡整夜。接下来的事情不用我操心，在虚弱时，邵逸上能反杀太后，何况如今他已能自控。寄养花后，我又喂了1池鱼。纸园殿后面有块很大的空地，工人为我挖开荷花塘，蓄进去水，我每天都亲自做事。在岸边支把藤椅，大片大片撒进去，看鱼群煞闸，我还给他们每只都起了名字。我把皇宫当度假，薛妃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。从前又与蛊虫，陛下对他言听计从，天塌下来的事，只要跟邵逸说一句就能解决，顺风顺水的好日子。现在蛊虫的影响变小，邵逸越来越多的违逆。薛家的兴起源自皇权旁落，傀儡要是觉醒意识，那背后牵丝线的人不会坐稳高台，他们把老虎当猫养。薛妃头一次生出惶恐，开始频繁给家中寄信，只是都被拦截，越发焦躁，对母蛊的掌控力也不如从前。这边逼狼入穷巷，薛营如何狗急跳墙不表。邵逸倒有时间常来我宫中坐坐，偶尔同宗的小王孙进宫，我便将他召进来，说2句话，眉眼带着温和。这倒奇了。邵逸疑惑，朕来你都在种花，群儒上沾满泥点，怎么叫怎么不起？怎生他来，你倒变了？莫不是也想和朕生个儿子？这很难评。我斟酌，或许是想起长姐了吧。他出塞多年，送来的家书上也有个儿子，和小王孙一般大小，很可爱，臣妾便难免亲近些。其实不是，因为那个小王孙，严格意义上是我叶家的恩人，是昭国的恩人。前世那场替嫁，一步错，步步错，庶妹完全被薛家握在手心，就连他疯狂的反扑，连皮毛都没有伤到。我比今生晚2年才回到相府，未来得及发表看法，就逢庶妹归宁，樊姨娘猖狂取笑。我捏捏眉心，同爹娘一起吃下用毒水做的饭。真荒唐！我求学15载，聪慧之名达京都，多少人叹我错生女儿身，却连愿景都没来得及实现，
就全家惨死在桌上，七窍流血，最后所见是瘫软跪倒在地的叶曼。于是魂魄跟过去，一路见证后续发展。暴君失控，庶妹疯癫，民间怨声载道。恰逢贵妃产子，立嗣而废君，垂帘听政的呼声不绝如缕。危急时刻，是流亡一脉站出来，拥戴小王孙即位，两派相互制衡。我死后的第4年，流亡被射杀，暴君毒发而亡。亦是11岁的小王孙接过副院，同薛氏一族继续斗。开始他示弱，便折服，先捧杀，再离间，一手好阳谋，最后引起义军攻入西京，让他们和薛家鱼死网破。我庶妹叶曼就是在那晚被贵妃拉去挡刀，她死前紧紧抱住薛氏不撒手，刀将他们串了葫芦。而小王孙早跑到东都，万事不破不立，等那边的祸国殃臣死得差不多时，他再打出平乱的旗号，杀了回去。他登基时已经17岁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叶家人证明，迁徙尸骨。于无人时，看向空中，那里有道淡淡的鬼影飘着。他问：师傅，你可安息了吗？我笑了笑，原来这世上真有通灵之人，不仅能看见死后的鬼魂，还能与之交谈。可算安息吗？仇人死了，我家人也死了。叶家一脉，除了出塞的长姐，竟也一个不剩。百姓流离，国家险伤及根本。故事里人人寥落，难得圆满。就连小王孙事变前，他最大的愿望也不过是去江南富庶地，吃吃喝喝做纨绔。尸骸入祖墓，我于人间消散。许是这点执念在睁眼，上天让我重回到了18岁，回到庶妹替嫁之前。可这些话是不能对旁人提及的。我看着少义笑，臣妾喜欢小王孙，一身孩子气，说话也开心。他刚才还说想去江南，那里人美景美，吃的又好，待一辈子也不腻。因为这句话，后来邵义果将他封在了江南。那是5年后，京中时局已然大改，薛家的势头早不如从前，门下猢狲大散。薛莹如今只是个昭仪娘子，连最新入宫的宠妃也能压他一头。虎入穷巷，邵义逼他们紧，却又不那么紧，总漏下一丝希望，好让他们隐隐觉得还能有翻盘之机，蛊虫的余力仍在。但不是，我知道的，他只是想让他们万劫不复，死无葬身之地。而那一天也很快到了。隆化3年，薛家终于谋反了，是事故高发地的秋收。围猎前，陛下与薛莹爆发激烈的争吵，他佯装吐出几口血，昏迷好久才醒。我有意遮掩，贴身照料，不许任何人打扰，还买通了几个宫女，把薛莹引到太医院，让他看见来不及藏好的预案，上面详载了这少义的身体状况。每次违逆母蛊时，他都会受到一定损伤，或吐血或大病，只是佯装出坚强，蛊虫并没失效。薛莹狂喜，连夜就要出宫归宁，我稍一拦，他就往陛下寝宫闯。我不敢让他发现真相，只好捏着鼻子送他回家。那晚他们如何敲定谋反，自有暗卫监视。我头疼的却是他甫一走，床上装死的少义便起来，就着姿势枕上我大腿，手指把玩我的衣襟，空气中燃烧起暧昧。这个视线更看见他滚动的喉结，一上一下，阴哑道：舒言，这么多年，你总是仗着朕喜欢你胡为，每次不是来月事，就是送别的女人绊住阵脚。你是聪明人，朕想要的是什么，你明明知道。我没有说话，他起身便要吻我，被我偏开，轻道：陛下，等这次完了，一切都会有个结果。他说：好。肉眼可见的开怀。秋猎场上的谋逆很简单，无非就是陛下上马打猎时，薛莹跟上去气他，又事先马掌上做下手脚，一路狂奔出猎场范围。少义只顾强压喉腔的血，没来得及出声呼救，就甩开朝臣，不知所踪。身体略微一晃，将要栽倒时，几支暗箭又从远处飞来，贯穿他的肩膀，里面缝好的血包登时破裂，源源不断地往外渗透出红色液体。陛下艰难地逃亡，扶住树干，苍白了脸，问为什么。视线尽头走出了薛家一行人，
就站在他对面，薛莹也在其中，奄奄一笑。大抵这世上称之为反派的角色，多少都带点病态，渴望认同，会在某些时刻表现欲空前旺盛。话忒多，很快就由桀桀狂笑，被引导的一步一步说出多年所为，布局都掀得底朝天，还要逼着邵逸写退位诏书。薛莹摸上小肚，更是直言：你没想过吧？我已经有孩子了，不是你的也会是你的，不是皇子也是皇子。姣好的面容一瞬扭曲，你从小就这样，处处看不上我，即便被姑母逼着同我相处，也不甘不愿。我就是不明白，我到底有哪里不好？明明我不想这样的。频繁动用蛊虫，与我身体也有损，你为什么就不能乖一些？每次毒发都是你自找的，一个贱人生的儿子。如果不是我们薛家，哪有今天的成就？高坐金銮，却又不思感恩。果然你还是去死吧，装在棺材里，就不会气我，也不会去找别的女人了。说这话时，他们没有看到逐渐围聚而来的朝臣。那匹马上根本没动手脚，马会失控，只是因为闻到了特定的气味。这处猎场一早就偏离方向，一切都很顺利。终于权谋者死于权谋。薛家2代人筹谋数余年，只为登上高位，而现在于他们是终生不能实现的了。昭国律，谋反者夷3族，主谋凌迟而死，这才是我想要的结局。前世他们死得太松快了，唯一没算到的是，人在濒死之际能爆发出巨大能量。薛莹竟扑过来，拿匕首架在我脖子上，都别过来，再进一步，我和他一起死。邵逸，你逼我，你逼我的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血滴滴答答的落，薛莹的手也在颤。短时间内情绪在极喜极怒之间变化，让他抓不稳利刃，很可能稍一滑就送我归了西。我上绞尽脑汁同他周旋，几句假话未来即便出口，邵逸就打断。他沉沉地望过来，掩在袍袖下的手微颤，看上去是真喜欢我。朕可以让你走，当场就下令，过去种种不再追究，只要你放了贵妃，什么条件都可以相商。你这么说，他肯定不会放过我了。果然，薛莹疯疯癫癫，不再追究。我爹已经死了，薛家散了，好个不追究！陛下，你能让死人活过来吗？光阴无法逆转，我脖上的血痕又加深半分，一时分不清，邵逸是想借刀杀人，还是爱我失智。我貌美聪慧，过去几年帮他掣肘薛府功绩非虚，可这世上有些男人只同富贵，不同苦难。我毕竟看过他坠在泥潭的狼狈，而且现在叶家影响太大。胡思乱想的一瞬间，是我妹妹舒曼开口打破僵局。她如今是3品郎将的发妻，身有诰命。这门婚事是她主动求的，来宫中见我时，谈起来眉眼都是笑意。她说，即便我嫁过去，也不会拘着我。阿姐，你知道吗？我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也能过得这样幸福，好像偷来的。是夫人教我许多道理，看见真正的世界后，我才发现从前拘泥于姨娘的那点心思多卑微又可笑。舒曼很幸福，嫁人后更常与我走动，比前世像对姐妹。这次秋猎，她随夫出行，没坐在女眷席里，而是担心我，跟着夫君趟浑水。关键时她出声，泪眼盈盈：昭仪娘子，求你放过我阿姐吧，她是替我嫁进皇宫的，我愿同她换。一早，陛下他这话似是而非。薛莹认为的帝王，即便有实权，也会把真爱藏在水平面下，而另拉一座山头出来招人眼。外加邵逸又极少来我宫中过夜，一时间他有些恍惚，这莫不是姐妹替身局？头从我的肩后偏出来半分，一支羽箭几乎是顷刻就飞来，擦伤我的臂膀，射中薛莹眉心。邵逸冲过来抱我，双眼通红。我倒在他怀里，视线所及，却是拉弓的妹妹舒曼。跟着小将军，他真的勇敢了好多，整个人像在发光。把弦一松，轻轻笑，在我眼皮下伤害我的阿姐。他不知道万般种种，我学宫最好吗？风吹过柳杨花，合上眼前，我想，舒曼是我重生后最大的惊喜。
她是个很好的小姑娘，只是从前藏在角落里，不被人看见。仅将她顺手一扶，换个环境，她就能长得枝繁叶茂，与我连根，骨肉至亲，也开始学着叶家人护短，将重要的人挡在身后。曼曼，你知道吗？你曾将敌人杀死2次，阿姐真以你为傲。我在醒来时，少义就坐在床边，守着我，眼下2道乌青，紧紧握住我的手，声音闷闷：舒言，你不知道我有多着急，生怕你有所闪失，当时真是昏了头，我太害怕了，从来没这样害怕过。你不会怪我吧？连朕都不说了。不会。我摇摇头，把手抽出来，只是道：陛下，叶家永远忠于您。维系正统是祖上就传下来的家训，我父亲不是好功绩的人，朕不是这个意思。他望过来，深深的。我为什么会选择他，帮他挣脱桎梏？因为少义很适合做皇帝，他有一个明君所有的品质：开阔、包容，能许臣子当面谏言，勇敢、恤民，为百姓触动世家利益流血也不怕。而且他真的很聪明。前世我做鬼，飘荡过万道宫，里面有千百章治国之论，都是他清醒时所写，每一条每一句切实在为这个国家的前途忧虑。他甚至还借发病之机去杀一些贪官污吏，盗虫祸害。后来我引导小王孙策论，都是照搬了少义的。他学的并没那样好，心软又重情，却也扛住了昭国中兴。陛下，你会是个好圣君。我笑着看他，他不解，你突然说这个做什么？我说，叶家现在太盛了，纵我父亲清正，却难免他的门生故吏也一般，是时候该消一些了，不是吗？他微愣，妍妍，你真这般想？是，昭国祸害太多，前有贤太后屠杀皇嗣，搅乱朝局，后有薛贵妃扶植外戚，乌烟瘴气，而如今放眼宫中，位分最高的便是臣妾。陛下，为您往后睡得安稳，臣妾要向您证明，叶家绝不会是第2个薛家。我从床上起身，跪在地上，端端正正的一个非礼，把免死金牌举过头顶。臣女叶舒言，请陛下废妃，放我出宫。刚开始，陛下是不愿的，他甚至出现一瞬的仓皇，来指我的手。我信你，舒言，不必做到这个地步。从前的伤害，我会试图忘记，也会学着做一个女人的夫君，珍重你，信任你，把后背交给你。我说，陛下，我信。起码说这话时，他是真心实意的。我们相处了6年，我自认对得住他，他有些神迷也正常。如今府一听我离开，感情自然会胜了理智。可然后呢？高位者的爱本身就是风向标，把权力和金钱源源不断地吹过来，而皇权却注定至高无上，不容践踏。这个位置下早就烧起一座滚滚火山，随时会鼓涌出怀疑的风。这个道理我们都懂，但少义仍放不开手。舒言，这便是你不肯侍寝的原因，可我只有你了。我说，陛下还有江山。顿了顿，又道，敬事房在侧有41位宫妃，其中只有2个是臣妾送的。您说我小心思用来扮您，可她们很漂亮，您喜欢的，不是吗？他说不出话来。我又说，陛下从前最恨薛莹，是因为她试图掌控您，深受其害。如今也要这样对别人吗？打着爱护的名头。他略略沉默，直到我把金牌又举高一点，那是从前他摆脱余毒后送我的。开着玩笑，舒言，拿着它，可以向朕来要一个愿望，什么都可以。我的愿望，从前是，现在是，将来也是。有处庄园，闲闲的养满鲜花，兄弟姐妹常来拜访，我们就聚在一块儿，饮茶喝酒，话家常。每旬去拜访父母，看老头为国计民生发愁，别人贪污银子就像割他的肉，他是最好的纯臣，一直都是。看娘亲又为着我的归宿皱眉，我就躺在他怀里，撒娇说能陪着他就很幸福。我永远都不会让他知道我为什么会被退亲2次。我是在2个月后出宫的，废掉所有位分，以出家修行的名头。少义送我出10里外，那块金牌他没有收回去，又送了一块，许下除谋逆外，永不诛杀我叶家人的诺言。走出很远，有风把他的声音吹过来，
他在喊：叶舒言，不管你信不信，秋猎那天，我从没想过要杀你，我只是想让你受点伤，趁你虚弱时扫清前朝。我没有回头，一次都没向后看。我知道的，陛下，很早前就知道了。可我并不在乎，你现在坐稳皇位了，请带领这个国家长长久久地走下去吧，不要动荡，不要流离。我真的见过了太多死人。而在距京城千里之外的塞上之宫，我远嫁多年，记忆里朦胧又温婉的长姐，却恍然吐出一大口血。巫医为她切脉，脉搏声好弱。她不赞同道：王妃，为人改命还是2次，会承担因果，你没几天好活了。她的手紧紧抓住床褥，有几根指甲崩断，是很疼的表现，却浑不在意，淡淡在笑。她说：可我的家人这辈子会很平安，不是吗？舒言是个好孩子，他打小就聪明，我真的太久没见他了。还有娘亲，他说我想回家了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个故事再见。